第二次打印战争的系列模拟推演。内容简介：第二次打印战争的系列模拟推演是按照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，推演了一场最真实的印巴冲突和第二次打印战争，展开海、陆、空全面对抗。全系列涵盖了300种军事武器装备，对 Z、美、印、巴局势模拟推演，对各大国军事武器装备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解读，对若干争议话题也有深度的分析。第2集，守候伏击。飞机滑跑了一段距离，抬头离开了跑道。法力霍米中尉将节流阀向后推到中间位置，停止了加力燃烧。他将起落架收起后，飞机在巴雷利机场上空绕了一个圈，朝西北方向飞去。我知道古德巴的33联队，很普通的战术攻击联队，都是些老掉牙的飞机。总之有一些幻影和一些 Z 国造的米格。后座的蒂普尼斯说道，语气颇有一些轻视。可惜我们的航线与战场背道而驰，也许狮子中队的家伙能捡到这个便宜。不过我相信他们最后还是会空手而归。前天他们的一架飞机在卡苏阿以东很远的地方发射了远程导弹，结果敌机很从容地逃走了。狮子总是太鲁莽，他们的战术就是打开雷达大摇大摆的巡逻，生怕别人不知道。武器操作员蒂普尼斯说。老鹰302号注意，这里是鹰巢。新丹基地的预警机临时发生故障，好像已经返航了，你们仍然由地面雷达导航。完毕。电台传来了一个坏的消息，第一个不确定事件发生了。在印度空军的传统里，这些预料之外的事总是无法避免的。霍米中尉不以为然，他继续按预设航向以4500米的高度朝前，维持着中等速度，这条航线基本上是直线飞行。渐渐的，苏30战机从北方腹地接近了实际控制线附近，雷达告警装置时而闪烁几下。蒂普尼斯一一查看，都是些诸如地面的导航雷达或者第19步兵师的萨姆6导弹阵地发射的巨波段无线电信号，并不是巴基斯坦方向的雷达。大片的雪山已经遥遥在望，雪山的那边就是巴基斯坦控制区了。电台里梅赫拉中校说话，老鹰注意，狮子扑空了，敌人没有向旁遮普邦方向过来，他们的信号消失了。我们分析，他们多半已经回去了，也有可能朝北方，也就是朝你们的方向飞来。我们需要你们在边境多停留一会儿。真的消失了？完毕。法力霍米问道。不清楚，只是在雷达上消失了。这里的山太多，很难一直跟踪。必须注意的是，他们的幻影飞机可以超低空飞行一段时间。如果这些幻影沿着边境低空向北，你们可以在远距离消灭它，千万不要太接近。梅赫拉中校说道。他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永远是先保存中队的飞机，哪怕是面对一架40年前制造的幻影3。希望如此，他们善于利用附近的山势躲避雷达追踪。法力霍米说道。我建议你们保持高度，打开火控雷达。中校说道。收到。霍米中尉预感到自己这次可能会歪打正着。如果敌人正在沿着边境偷偷向北飞行，那么自己可能正处于一个不大的右侧方位角，也就是说某种居高临下的尾随状态。他没有按照中校的指令打开雷达，只是将 IRST 红外搜索与跟踪设备的电源接通，进入到了红外信号扫描状态。这是一种不易暴露自身的被动搜索方式，在近距离上有接近雷达的市场和更好的目标分辨率。电台停顿了一会儿，又滋滋地响了起来。老鹰302，这里是鹰巢。坏消息，最新得到的情报，卡吉尔的前进基地被袭击了。这帮混蛋果然在向北躲避雷达，他们把我们的空中指挥耍了。狗娘养的181中队就是那个临阵出故障的预警机部队。中校说道。霍米中尉心中暗想，这怎么会是坏消息？就是因为陆军损失了几个碉堡。在他看来，这是一个绝好立功机会，但是他嘴里却不能说。还好，我们也留了一手，还有你们在空中，继续向着你们12点钟方向搜索。记住交战规则，只允许远程攻击，不要近距作战。明白。
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导弹可以穿越控制线，但是你的飞机不行。挑起战争是国会的事，不是你的任务。收到。法利·霍米将节流阀向前推，座椅开始猛推自己的后背，飞机很快加速到了850公里每小时。显然，敌机投弹完毕，应该不会立即向西逃走，他们大概会利用群山躲藏一段时间，就像他们偷偷摸摸来的时候那样。霍米中尉打好如意算盘，朝着大致方位直扑过去。中校的交战规则早就被他当成了耳旁风。我们是不是打开火控雷达，增加一些搜索距离？后面的蒂普尼斯问道。不，那样只会打草惊蛇。法利·霍米很清楚，地面雷达无法发现的目标一定是躲在了山的后面。可以预见，他们正想绕一个很大的圈子之后溜走，因为越往北山势越高。看到前面的雪山山脊了吗？我们越过去就一定能有所发现。但是交战规则禁止我们穿越实际控制线。不要管那么多，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他们大概正在1点钟方向逃离，夹角90度，这样的局面我们一定可以先开火。法利·霍米一路将相对高度下降到2700米，前方的山脉清晰可见，它向一侧稍稍侧倾，压低坡度，擦着山脊划过了雪山，与地面的联络立即就终止了。几秒钟后，他的抬头显示器上有所显示，一条由一系列光点构成的细细的线条，红外搜索追踪系统好像抓到敌机了。我还看不太清，也许是很小的飞机。激光测距失败了，还是太远，也许在前面25公里，高度大约有1600米。对霍米中尉来说，好的一面是敌人把屁股对着他，这样自己只要稍微花一些时间就能偷偷撵上他了，而敌机现在还蒙在鼓里。坏的一面是，如果附近敌方阵地上的地面雷达开机，自己也会暴露行踪。抬头显示器上的信息一直在变化，随着红外信号的增强，搜索系统不断地进行扫描。目标锁定框已经成功地将目标圈住，进入了跟踪状态。霍米中尉选择了 R73 导弹，这是最可靠的偷袭武器。可惜他的飞机上只有2枚，其余的挂架上挂满了笨重的半主动雷达制导导弹，那是梅赫拉中校偏爱的袭击方式。霍米中尉按程序先按下武器准备开关，接通了 R73 导弹的导引头电源，允许发射的标识终于开始闪烁。如果他沉不住气，现在就可以发射导弹。红外制导武器可以在目标距离、速度一概未知的情况下发射，只要按下按钮的人敢拍着胸脯保证对方确实在射程内。以法利·霍米的经验，如果他能在大白天勉强看到一架幻影3或者米格21这样的小飞机，那么距离大致就在8至10公里之间。但是他现在还看不清这架飞机，所以他还得接着追踪。抬头显示器上的虚线目标分成了2个部分，现在可以确定敌机不止一架，而前面一架的信号很不清晰，也许被云雾挡住了。老兄，我们只有2枚格斗导弹，不如用火控雷达，用雷达制导导弹向他们开火。蒂普尼斯说道。不行，我们仍然处于暗处，不能轻易放弃这个优势。你得帮我盯着西面的地面雷达，他们在控制线以西有一些机动部署的导弹阵地。好的，交给我。前面的敌机没有任何的机动，他们一直没有察觉后面的追击者。中尉已经把他们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了大约4至5公里，现在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后面那架飞机的无凭尾的后部设计。显然，那是一架幻影5型战斗轰炸机，敌机的机翼下没有油箱或者炸弹，猜测应该会有2枚魔术导弹。更前面那架领头的飞机仍然无法用肉眼看到。霍米中尉盘算着，先发射1枚红外导弹，肯定可以偷偷地先解决掉一个对手。或者立即改用典型的雷达，同时扫描加追踪的模式，这样它可以发射几枚 R27， 飞机上有6颗，同时攻击这2个目标。但是敌人的 RWS 边测距边扫描模式就会立即发出警告，而且肯定会采取一些反制措施，也许形势会变成真正的2比1，这让他有些犯难了。第2集完。